明明是40度的高温，却一夜之间冻死了99%的人类。这场足球大的冰雹足足下了1个月，不光让气温骤减，而且冰雹中还带有剧毒，一旦被接触到，将会直接嗝屁。前世我被老夫一家活生生肢解，直到断气前才知道，连儿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。我在痛不欲生中死去。重生后，我并不着急复仇，而是先搞钱，囤积我一辈子都用不完的物资，然后再建一座末日堡垒。我准备买下100注下一期彩票的中奖号码，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婚。随后我走到门口，猛地打开了房门。都几点了，你还知道起床？还不快去给我做饭！我森然地看着郑友军，恨不得立刻将这个老畜生给宰了。反了反了，你这个小畜生胆子肥了，敢和老子瞪眼睛了！我眼神中带着杀意走过去，一耳光抽在老家伙的脸上，郑友军被狠狠地扇倒在了地上。随后我扬长而去，只是10分钟后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萧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敢打我爸！离婚！我没有理他，只是冷冷地吐出2个字。郑娟愣了一下，好一会才反应过来。萧然，你在发什么疯？你等着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！立刻马上去民政局，户口本、结婚证、身份证我已经带了。萧然，你先不要冲动，婚不是你说离就能离的，你难道不管小杰了吗？小杰就是我所谓的儿子，名叫郑杰，当然了，是野种。你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郑杰不是我的儿子，是你跟张子浩的私生子。当年你那么急要和我结婚，便是已经怀上了张子浩的种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现在立刻去民政局，否则我就去你单位大闹一场，揭破你和张子浩的奸情，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好，我这就去民政局。我坐地铁到了民政局，没想到郑娟居然比我还要快，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。她用惊疑不定的目光看着我，始终不明白我是怎么知道真相的。萧然，你不要把离婚想得那么容易，这可是涉及到财产的分割、孩子抚养权等等很多问题。我净身出户，孩子归你，我1分抚养费都不会出，必须今天就离婚。郑娟被他说的无语，只好跟着他一起去了离婚处。你们2个还年轻，而且都有孩子了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孩子不是我的。调解人一愣，也不劝了。那财产你们想怎么分割？我净身出户，因为不是亲生子，没有抚养的义务，我又选择净身出户。离婚协议很快就弄好了，我看都没有看郑娟一眼，大步离去。而郑娟则是神情怨毒，她不光失去了一个免费保姆，也少了每个月1万多块的补贴。你想就这么跑了？没门，给我等着！她摸出手机拨了报警电话，我要报案。对，我爸被人打了，凶手叫萧然，身份证号是3205。我此时已经来到彩票店，报出了号码后，直接买了100注。本次头奖是5亿，接下来就坐等彩票开奖。而郑家这边则是吵翻了天。什么？那个王八蛋竟然跟你离婚了？在郑友军看来，我不过是他们家的一条狗，任劳任怨。可现在这条狗居然咬了他一口，还跑了，这是他不能接受的。那个王八蛋在哪儿？我去揍他！爸爸呢？我要骑妈妈。吵什么吵？你爸爸死了！郑杰却高兴地跳起来。爸爸死了，爸爸死了。郑娟深吸一口气，烦得要死，甚至让他都有嘎人的心了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不过警察说这是家事，只要伤不是很重，一般不会受理。什么？那王八蛋以下犯上，打了我1巴掌，居然屁事没有？你虽然被抽了一耳光，但现在脸上的巴掌印已经消得差不多了，这种伤害程度怎么立案？姐，你为什么要同意离婚？那家伙1个月也有1万多的收入，现在一离婚，我们家就少了这笔收入，我娶媳妇怎么办？对呀，你也知道你弟媳一家都提出了什么条件，张口就是30万彩礼，还要1套房，没了那王八蛋的那份收入，你弟弟还贷压力可就大了。而郑娟一阵阵的心烦，他们只关心萧然那每个月1万多块的工资，却完全不担心一下他的未来。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，一定会让萧然付出代价。复婚一定要复婚，那王八蛋不但1个月可以提供1万多块钱，而且还是干活的好手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另一边，电视台正在直播双色球开奖的号码，果不其然，7个号码全中5亿到手。对了，还要交税，还要捐款，那就按4亿来算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来到彩票中心，在核实完身份后，接下来就是领奖了。除去交税1个亿，再加上慈善捐款200万，实际到手还剩3.98亿。有了这些本金，我准备把大部分的钱都投进股市，并要在2个月内翻到20亿甚至更多。最后1个月则是买。随后我打车回到原小区，就在这买套房子，好好羞辱羞辱郑娟一家。等末日降临后，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是绝望。随后我又来到小区边上的扇贝二手房。先生，要看房吗？买房？男中介自然大喜，精神都提振了2个档次。我看中了9福小区的8栋，就是那套别墅。你给卖家打电话吧，今天就可以过来签字，我可以按挂出来的价格买下。不过我需要今天就拿到钥匙，立刻开始装修。男中介仿佛在做梦似的，这简直就是上门送钱啊！行，我立刻打电话。那可是别墅，挂出来的价格是1200万，光提成就有6万多。幸好她不是女的，不然肯定是想睡我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双方很愉快地达成了交易，而接下来就是房屋改造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要改造一栋别墅。没问题，有具体要求吗？就一点要求，坚固。差不多就是外面的人哪怕拿着铁锤砸，也可以保证屋子不会被砸穿，窗户之类的都得装上可以升降的钢板。贾云贵一愣，接了那么多客户，
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改造要求的。不过顾客就是上帝，没问题。需要多久改完？半年起，看你的别墅有多大了。不行，工期不能超过2个月。贾云贵又愣了一下，你这是改造一整套别墅，不是造一个猪圈狗窝，2个月怎么可能做到？除非加钱。加钱没问题，但必须在2个月内干完。您在哪？我立刻过来，实地看看再给你答复。我把地址报给了对方后，刚挂断电话，却已经有人杀上门来。我买彩票中了5个亿，无赖的前妻一家竟想拿走4.99亿。我拒绝后，他们居然杀上门来，还要霸占我的房子。我没有逃避，反而打开了房门。王八蛋，快点给我滚出来！你用的可是我们家的钱，还敢把老子挡着不让进！老东西，你不要忘了，我和你女儿已经离婚了，昨天离的。房子是我今天买的，所以跟你们郑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这个消息抛出，众人立刻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离婚好啊，我家女儿还单着呢，只要嫁给萧然，我们全家都可以搬进大别墅了。萧然，你以为我是傻呀？你们昨天才离婚，你哪来的1200万买别墅？所以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而你又是上门女婿，这1200万四舍五入一下，全是我们郑家的。听到郑友军这无赖的言辞，我只觉得好笑。财产划分看的是证据，不是你空口白牙在这瞎比划。有问题就去法院告我，现在给我滚开，否则我就要报警了。非法入侵他人住宅，怎么也能拘留半个月吧？一听到要拘留，郑友军立刻吓得往后退，可是就这么灰头土脸的离开，他不甘心。没良心的畜生，发了财，有了钱就抛妻弃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这虽然是在给我泼脏水，但偏偏很符合事实，确实现在发财了，也离婚了，连儿子都不要了。众人不由得议论纷纷，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：我要郑家彻底臭掉。在小区里人人喊打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？很简单，郑娟在结婚前就怀上了别人的种，跟我结婚只是把我当成接盘侠罢了。你们郑家还真是家教有方，养出了这么一个不知廉耻、阴险毒辣的女儿。这些话说完，吃瓜群众全部炸。郑娟居然干出这种缺德事，真看不出来。就是，不怕生的儿子没屁眼。没想到林梅英当众撒泼，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这下郑家的名声在小区里彻底臭了。未婚先孕，再找个老实人接盘，让人家喜当爹，说出去可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放屁！我女儿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萧然，你这个王八蛋！离了婚你就可以这么伤我女儿吗？郑友军也反应过来了，向着萧然就打了过去。萧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跟你拼了！老东西，别这么冲动。郑娟可是一直跟那个奸夫保持着不正当关系，我手里有很多视频的，要不要放出来让大家都欣赏欣赏？郑友军立马就怂了，他怕我要是真拿出来当众播放，那以后怎么见人？走，把儿子和女儿都叫回来，商量对策。可郑娟还在上班啊，这可是1200万的大别墅，有了这笔钱还上什么班？对呀，走。随后郑友军夫妇屁颠的离开了。郑刚，快回来！什么事这么急？这把我快糊了。钱1000多万，赶紧回来！啥？1000多万？我马上回来。郑娟，立刻请假回来。爸，我昨天刚请了假，今天不能再请了。那就别上这个班了，你知道吗？萧然刚花了1200万买了我们小区的那套别墅，你想想，他怎么可能在昨天离婚到今天早上这么短的时间内赚到1200万？所以这肯定是结婚期间那王八蛋私藏起来的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爸，你别说了，我立刻回来。仅半个小时，郑娟姐弟就赶了回来。妈，你说的1000多万，钱呢？郑刚双眼放光，惊喜无比。没想到他们家居然这么有钱，自己竟然是个隐形富二代。钱在萧然那，整整1200万。什么？那王八蛋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都不要激动，我们得慢慢商量商量。商量个屁！我们赶紧去找那王八蛋要钱。我女朋友一直嚷嚷着要买个驴包才肯解锁新的姿势。一不对，我都有1200万了，还要那种货色？我要找的更年轻、更漂亮、身材更好的。你给我坐下！郑友军先对儿子吼了一声，待郑刚悻悻地坐下之后，他才看向郑娟，把怎么听说萧然买房花了整整1200万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也说出了我对于郑娟的控诉。郑娟，那王八蛋是不是胡说八道的？孩子是不是他的？而郑娟差点被气死。你们居然当众跟萧然撒泼，这下好了，萧然趁机说出我的丑事，现在整个小区的人肯定都在背后议论我。发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们居然不先把我叫回来，而是自己去闹。现在好了，你们开心了，满意了？郑娟犹豫片刻，才点点头。是真的，小杰不是他的儿子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？居然让那王八个蛋看出端倪，甚至拿到了证据。小杰是不是那王八蛋的亲生儿子有什么关系？他娶了我姐，那1200万就是我姐的，就是我们家的，哪是离了婚就可以被他独吞的？你们先不要冲动，更不要做任何事，我需要打电话向人请教一下。随后郑娟走进房间，拨了一个电话。我还在上班，没事我就挂了。我买彩票中了5个亿，无赖的前妻一家竟想拿走4.99亿。我拒绝后，前妻竟勾结情夫，商量起了对策。萧然说有我们的小视频，应该是在站，我们每次都特别小心。萧然更不可能去医院，所以他手里肯定没有证据。
就是小结识了破绽，验一下 DNA 就知道是谁的种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现在离婚了，我1分钱都没得到。不管怎样，我都得让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和磨损费。萧然能一下子拿出1200万买别墅，说明他手里的钱远不止这些。虽然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，但是这绝对是你们结婚期间就有的，否则不可能不到24小时就突然有了这么一笔钱。难道买彩票吗？是个人都知道，彩票是智商税，根本不可能中大奖。郑娟有些想说彩票中奖，但听张子浩一分析，他就觉得不可能了。毕竟这种概率太低，也没听说过身边有谁买彩票中大奖的。对，他手里的钱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，才能财大气粗买了一个1200万的别墅。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法院提交诉讼，告萧然隐瞒夫妻共同财产，宣判之前的离婚协议无效，重新划分财产。郑娟连连点头。子浩，你真聪明，我马上就去办。你现在就去请律师，不要怕花钱。打赢这场官司，你就不用上班了，以后在家当富婆好了。听到富婆2个字，郑娟欣喜若狂。不对了，让你父母和弟弟千万不要再去惹事了，弄出不必要的麻烦。记住，现在是讲法的时代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只会惹人笑话。打完电话后，郑娟便把张子浩跟他说的又复述了一遍。听到郑娟说萧然手里的钱还不止1200万，郑友军3人脸上的贪婪已经抑制不住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有了这些钱，一辈子都花不完啊！萧然错就错在不应该这么早就臭显摆，把财给暴露了出来。我看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瓜分资产了。而另一边，改造公司的贾云飞已经到了。别墅地面3层，地下1层，加起来600平，外面还有一个院子。不过院子就不必改造了。2个月搞定的话，时间非常赶，所以人工非常高。我需要安排人日夜不停的轮班干活。你说个数字？8000万。贾云贵说完，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这套别墅也就值个千把万，改造费居然要8000万，傻子才会干啊！但要在2个月内完成，8000万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数字。我可没有乱开价，你要赶工期，所以价格真降不下来多少，我多少也得赚一点不是？你要嫌贵，那就延长工期，半年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减掉1000万。我不是嫌价格贵，而是就8000万的话，可以达到我提的要求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干房屋改造这一行也好多年了，绝对有数。你这别墅就600平，8000万的改造费，平均一下，1平就是14万，这还不够夸张？我稍加思索了一下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准备合同吗？啊，这就定了，你都不用还价的。我需要的是你把活干好，一定得达到我的要求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我可以先付你500万定金，改造方案你先弄起来，钱用完了我再打给你。要是因我的原因导致你无法按时改造完成，8000万我照付。好，肖先生，那我先回去准备合同。随后，贾云贵开开心心的离开。这8000万的大单，他怎么也能赚个几百万。虽然花钱如流水，我却半点也不心疼。我买的股票虽然不能保证每天10%的超高收益，但5个点以上绝对不成问题。所以2个月后，我投进去的3.5亿就会变成30亿，甚至更多。而就在这时，手机却突然响了。萧然，我已经请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重新划分夫妻共同财产。你给我一个地址，免得法院的传票送不到你的手里。果然提起诉讼了，但我却一点也不意外。我淡淡一笑，你先等会儿，我也需要找个律师，以后有事就找我律师。随后我百度了一下蒙德城最好的离婚律师，然后找了过去。先生，你知道我们合律的收费标准吗？知道，1小时3000。前台小姐姐暗暗啧舌，从我的衣着打扮可看不出我是一个有钱人。那好，先生您这边请。明明是40度的高温，却一夜之间冻死了99%的人类。这场足球大的冰雹足足下了1个月，不光让气温骤降，而且冰雹中还带有剧毒，一旦被接触到，将会直接嗝屁。前世我被老婆一家活生生肢解，重生后我并不着急报仇，而是先跟恶毒老婆离婚，然后买了100注彩票的中奖号码。在我中了5亿大奖后，无赖前妻竟想要霸占我的全部财产，还以隐藏夫妻共同财产起诉我。随后我便找了一位蒙德城最好的律师。侯律师，我在离婚后买了1期彩票，没想到中了大奖，现在前妻起诉我隐瞒夫妻共同财产，要求重新划分。离婚的节点和买彩票都应该有明显的时间戳，我想肖先生都不必找律师，只要提交一下证据，这就是稳赢的了。但我却摇了摇头。原本我打算就这么算了，但前妻现在咄咄逼人，我决定不能再这么软弱。肖先生打算怎么办？前妻跟我结婚前就与人有染，怀有身孕，所以孩子不是我的。而昨天我签离婚协议的时候选择了净身出户，现在我不但要求平分夫妻共同财产，还要求对方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。何钱思索了一下，我想先提醒一下肖先生，我的收费很高的，高到你从前妻那里得到的补偿都可能不足以支付我的律师费。没事，我中的奖不小，不差这点钱。你中了多少？5个亿。5个亿，这价不小啊。他虽然收费昂贵，但一辈子也不可能赚到5亿那么多。我之所以找何律，是因为何律是打离婚官司的王者，而我要的就是让前妻一家付出代价，
我是上门女婿，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上交，就留200的零用钱，一直忍气吞声，完全是因为儿子。所以现在发现儿子不是我的，我这个老实人也要爆发一下。何钱点了点头，颇能理解。行，肖先生带着彩票原件吗？没有也没有关系，这种大奖我可以向彩票中心提出请求，让他们那边开出证明。肖先生只需要写一份委托书给我就行。彩票原件我带着。何钱都觉得这是在抢钱，因为换了一个再蹩脚的律师都不会输。何律师，我就2点要求：第一，诉讼期尽可能的长，但不能超过3个月；第二，让他们赔的钱越多越好。这笔钱我打算捐给希望工程，你最好让法官知道，免得以为我趁机敲诈。诉讼期越长，郑娟一家就越是难受煎熬，但超过3个月的话，末世到来，他们岂不是不用赔钱了？但何钱只觉得这要求有些古怪，还头一次有人要求延长诉讼时间。不过对他来说，官司拖的时间越长，他的收入就越高。肖先生，我给你安排了一名实习律师，你可以随时向他咨询官司的进度。肖先生，我叫柳妹，以后你想了解官司的进度，只管问我就行了。行，那以后就麻烦你了。不只是官司，其实什么事都可以找我。柳妹又补充了一句，但似乎觉得这话有歧义，连忙解释。哎呀，我指的是法律方面的问题。他不解释还好，解释了这不等于是在诱导人想歪。我看着他，一时之间不能断定他是真不小心说错了，还是故意这么说的。郑娟女士吗？我是萧然先生的代理律师，请问你的代理律师是谁？哦，韩涛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和韩律师对接，有什么进展，韩律师自然会通知你。他挂了电话后，又拨了一个新的号码。喂，我是何钱，我现在代理萧然的案子，这案子你们是输定了。我打电话可不是来炫耀的，而是代表萧然向你方提出重新划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诉讼。那你们提起诉讼的理由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萧然发现郑杰不是他的亲生子，所以要求重新划分财产，并赔偿精神损失。韩涛明显接不住话了，郑娟根本没有提郑姐的事情，这让他猝不及防。而律师最怕的就是当事人隐藏了秘密，却让对方的代理律师知道了。行吧，我看你还是先去了解一下吧。对他来说，这官司太浩大了，别说他了，就是一名实习律师也很难打输。何律，您找我。校长，你写篇小作文，就写市立医院的骨科医生张子浩与科室里的护士郑娟有染，2人还育有1子，主线就这样了，其他的你自由发挥，多弄些水军在网上炒热度，至少晚上就让北区骨科的医生护士全都知道。我的要求是让郑娟身败名裂，作为一名男人，他当然站我这边了，而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，他更要站我了。郑娟放下手机没多久，电话便响了起来。郑娟，你隐瞒了我多少事情啊？你这么做，知道让我多被动吗？郑娟有些懵逼，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。你什么意思？郑杰不是萧然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郑娟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对于这点她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。小杰确实不是萧然的儿子，但是这跟他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并不相干。我刚才接到萧然的代理律师的电话，你知道人家是谁吗？何钱何律，蒙德城最好的离婚律师，在他面前，我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。他打离婚官司几乎就没有输过，几乎没有输过不代表就没有输过，哪怕以前1次也没有输过，但这一次他也要输。行，这事先放在一边。现在萧然也准备起诉，以郑杰并非他亲生子为由，要求重新分配夫妻共同财产，并要求你赔偿精神损失费。那正好啊，大家的诉求都是重新分配夫妻共同财产。韩律，你有没有查出来萧然一共隐瞒了多少夫妻共同财产？还没有，我得先有了法院开出的文件，才能让银行查询萧然的个人资产，至少也要等到明天了。行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在郑娟看来，不管自己如何失德，我的钱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哪怕我请来100个、1000个律师，还是得乖乖把银行卡里的钱掏出来。时间一转眼来到傍晚，巧的是，竟在小区门口碰到了郑友军一家。我买彩票中了5个亿，无赖的前妻一家竟想拿走4.99亿。我拒绝后，前妻竟勾结情夫将我告到了法院，没想到竟在小区门口碰到了前妻一家。是王八蛋，王八蛋来了！就1天时间，爸爸就成了王八蛋，这显然是郑友军一家教育出来的。王八蛋，老子告诉你，属于我们家的财产，你1分也别想昧走。还有，你私藏夫妻共同财产，数额巨大，那是要入刑的。老东西，你是气我不懂法吗？我倒是提醒你一句，恐吓我的话可真会入刑的。郑友军气得直发抖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王八蛋，你敢欺负我爸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我根本不看他一眼，郑刚不过是个只会花钱的草包，我都懒得理会。萧然，你不要得意太早了。现在你尽管嚣张，但只要我能证明你现在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哪怕你再不情愿，也得乖乖吐出1半来。你们是不是特好奇我到底有多少钱？听到钱，立刻让郑家4人眼睛一亮，充满了期待。他们也很想知道自己一家能够分到多少钱。你们猜啊！这话把郑家4人气得直哆嗦。郑友军一家生气了一回，也只有无奈离开的份。他们还挺舍得的，去了小区边上的德悦楼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再刺激刺激你们。
随后我也跟着进去，在邻桌坐了下来，并给柳梅发了个位置，让她尽快过来。郑友军一家自然也看到了我。就在这时，郑娟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郑娟，你快点上蒙德城论坛看看，有一个帖子说你和张医生有不正当关系，连小杰都是和他生的，热度非常高。什么？郑娟脸色一变，连忙打开论坛翻看起来。果然，这个帖子赫然在最前面，热度高的惊人，回复人数破万，她不由身体一晃，差点晕倒。发帖人除了标题是真的，里面的细节全是瞎编的。什么在更衣室里就搞上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又不傻，怎么会在那里做呢？问题是，消息是谁散播出去的呢？他的目光不由看向了我。真没想到，结婚4年里你一直表现得唯唯诺诺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原来都是装出来的。私丧夫妻共同财产不说，还在背后捅刀，真是个小人。我不就是跟人私通生了一个儿子吗？小杰好歹叫了你3年爸爸，却管亲生父亲叫叔叔，你知道子浩有多委屈？郑娟眼神怨毒，她现在已经豁出去了，大不了辞职，反正至少可以捞到600万夫妻共同财产，下半生已经不愁吃喝了。小人，没想到你竟是这种卑鄙小人！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就可以打垮我？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夫妻财产一定要平均分配。说的太有道理了，夫妻共同财产一定要平均分配，我完全赞同。希望你也能记住，别上了法庭之后反悔。还有，你确实不用在意什么名声，只是不知道那位张医生在不在乎啊？我听说他好像快升副主任了吧？这种事情对他会有影响吧？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郑娟不由得着急起来。要知道，当初她怀孕了，宁可找个接盘侠生下来，也不肯打掉，说明她是真得在乎张子浩。所以这件事一旦说出去，可能会影响到张子浩的前程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！等法院判决下来，我一定会把这一切加倍还给你。说罢，他气冲冲走了回去。坏人果然永远不会反省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名光鲜亮丽的大美女走了进来。好漂亮的妞啊！等我有钱了，一定要找这个女人当女朋友。不对呀！这一刻，他嫉妒的眼都红了。如此漂亮的大美女，居然跟萧然坐在一起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郑刚分外眼红，再看看自己的女朋友，不但长得不咋地，还在足浴店干活，不正规的那种。而此时，郑娟的表情立刻就阴沉了下来。才离婚1天，就已经找到下家了，显然萧然早就在外面有人了，不然怎么可能无缝衔接呢？还好意思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你戴绿帽，你就对得起我吗？随后，他又大步走到了萧然这一桌。萧然，你也好意思指责我？他是谁？是你相好的吧？这位是柳妹柳律，我的代理律师。我买彩票中了5个亿，无赖的前妻一家竟想拿走4.99亿。我拒绝后，前妻竟勾结情夫，将我告到了法院，而我暗中操作，将他与情夫的丑事曝光了出来。气急败坏的前妻竟想冻结我的财产。韩律师，查到萧然还有多少资产了吗？查到了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到底多少？郑娟又惊又喜，韩涛居然让她做好心理准备，那这个数字应该很惊人。你前夫这半年的流水，确切的说是这2天的流水，高达近4亿。4个亿！喂，郑女士，郑女士，您还在京吗？你确定是4个亿，不是4000万？我确定是4亿，不过这笔钱是萧然跟你离婚后才打进他的账户，而来源是国家彩票中心兑奖专用账户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他离婚后才中奖的？那这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吗？他虽然没学过法律，但也知道这肯定不算啊。从时间节点来说，你前夫应该是在于你离婚当天或之前2天买的彩票。如果是之前2天买的，那毫无疑问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但如果是离婚当天买的，那就要看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了。肯定是离婚前，不然他怎么可能主动提出净身出户？就因为他想要独吞这笔大奖，才会迫不及待要跟我离婚。这看着合理，其实不然，因为都没到开奖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自己会中奖呢？他从事后反推，自然而然认为我早知道中奖了，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。那我就提前恭喜郑女士了，可以分得近2亿的巨款。还要麻烦韩律去向法院申请冻结我前夫的银行账户。没问题。郑娟挂掉电话之后，第一时间给张子浩打去了电话。喂，子浩。只是他才说了一句，便被张子浩打断了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传我们的事情吗？他打电话给我，你疯了吗？不，你听我说，萧然暴富是因为他买彩票中奖了。张子浩不由一愣，因为在他的分析之中完全排除了这个因素。彩票这玩意，智商正常的会买吗？可偏偏我真是因为彩票中了大奖而有钱的。你猜他中了多少？到手4个亿。什么？4个亿？彩票是什么时候买的？韩律师查过，应该是我和萧然离婚的前2天或当天，只有这3天。当天晚上就开出了100注头奖，共5亿，应该全被萧然一个人中了，交了1个亿的税，太黑了。在他看来，这1个亿当然也属于他，至少1半是。所以我们只要证明萧然是在离婚之前买的彩票，那就算他是离婚之后去兑奖了，那也依然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。对，我跟萧然离婚手续办完就已经是中午的，只要把这下午的时间段排除掉，那他只能是离婚前买的彩票。而且
萧然上来就跟我说要净身出户，如果不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中奖了，又怎么会这么提呢？张子浩也被他绕了进去，不由得点头。这5亿大奖的冲击力太大了，他到现在还是晕乎乎，哪还能正常思考？子浩，我们要发财了，你赶快也把工作辞了，我们移民去国外住。张子浩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也好，现在我只要一走出去，太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了。我老婆也知道了，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，不知道跟我闹了多少回，又是要离婚，又是要闹自杀的，把我头疼死了。他倒不是特别爱这个老婆，而是老婆的父亲在医疗系统里当官，他想要进步就必须抱紧老丈人的大腿。但现在的话，他不想再这么忍了，哪怕分到一半的钱，那也是2个亿，哪个国家不能去，哪里的豪宅不能买？好，那你盯紧脸，尽快把钱弄到手。郑娟自然答应下来，平静了好久，他才走了出去。爸妈，刚子，我有一件事情跟你们说。没一会，整个小区都听到了郑家传出的欢呼。半个小时后，消息传遍了整个小区。萧然居然中了大奖，一共5个亿呢。5个亿，交税1个亿，无所谓了。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，4个亿、5个亿都是天文数字。老天爷真是不长眼睛啊，居然让这家人发财了。而就在郑娟美滋滋的想着要移民去哪个国家的时候，电话来了。我买彩票中了5个亿，无赖的前妻一家竟想拿走4.99亿。我拒绝后，前妻竟勾结情夫将我告到了法院。就在前妻幻想着分到巨款移民时，律师却打来了电话。郑女士，我建议你和你前夫达成和解吧。郑娟不由得愣了一下。为什么？你不应该是去把萧然的资产冻结吗？因为你老公的彩票是在你们离婚之后买的，这官司还用打吗？证据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你们是11点半离婚生效的，而萧然是下午2点11买的彩票，监控还有彩票上的时间戳都证实了这一点。现在你前夫起诉你隐瞒郑洁的身世，对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，要求你进行赔偿。我建议你能够和你前夫达成和解，不然这官司你打输的概率很大。郑娟已经呆掉了，满脑子全是空白。这2天九福小区可真是热闹，郑家刚跑出来说可以从我手里分到2个亿，转头又有消息说我那4个亿都是婚后财产，根本不需要和郑家分。刚刚还在牛气的郑家，如今垂头丧气的龟缩在房间里。奶奶，奶奶，我饿。吃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吃。郑友军骂骂咧咧，现在看孙子怎么看都不顺眼。谁是爹就给谁，别放在老子这里。爸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如果你没有干那些丑事，萧然便还是我们郑家的女婿，你们根本不会离婚。这4个亿就全是我们家的，现在呢，1分钱都没捞到。萧然以前赚的钱都在我这，我贴了多少钱给小弟，你们没有一点数吗？难道爸说的不对吗？如果你不和姐夫离婚，我们家可是能够得到4个亿。现在就叫姐夫了，之前你们哪一个不是把萧然当牲口用的？现在居然都来怪我。姐，你能和姐夫复婚不？小杰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但叫了他3年爸爸，总有感情的吧？对呀，这是个好主意。都叫了3年爸爸，能没有感情吗？而且1日夫妻百日恩，1000日夫妻呢？你想想。郑娟，你马上就去萧然吧，不让他回心转意的话，你就别回这个家。快带上你儿子，赶紧给老子滚出去！现在老子看到你们2个就烦。姐，你快去求求姐夫，那可是4个亿啊！能不能成为富2代，就看我姐的本事了。嘿嘿嘿。郑娟是被赶出去的，没办法，她只好去找我，而我根本就不会见她。我看了一下股票，今天浮盈6个点，也就是2000万左右。而这时，刘律师打来电话：萧先生，我方已经正式发起诉讼了，要求重新划分夫妻共同财产，并提出郑洁非亲生子，要求郑娟赔偿精神损失费等，总计50万元。这个数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微不足道，可对郑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数字，会让他们跳脚，甚至夜不能寐。我知道了，就50万，不接受和解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法庭上，何钱提供了大量不利于他的证据，包括亲子鉴定结果，还有我的收入证明、1年的生活开销之类。因为几乎没有赢的可能，律师建议他与我达成和解，但被我方拒绝了，并向法官表示这笔钱要全部捐给希望工程，这也自然会赢得法官的偏向。现在他手里根本就没有钱，钱都被郑友军拿去补贴弟弟了，但法律就是法律，他也不敢抗法。爸妈，法院判了，得赔给萧然50万。什么？要50万？这王八蛋怎么不去抢？就是，怎么敢开口要这么多？他是想钱想疯了吧？萧然和我的收入加起来1年18万左右，4年就是72万，1年开销5万，去掉20万就是52万，一人一半就是26万，再加上24万的精神损失费，就是50万了。你跟我们说这个干嘛？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自己想办法还给他。我和萧然的工资可基本是被你们拿去的，我手里的钱还不到1万，你让我上哪去弄50万？这个我不管，你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正需要用钱呢，而且你不给他又能如何？难道他还敢找上门来？他真要敢来，看我掏不掏他！郑娟又气又怒，没想到父母对自己竟然这么冰冷。小弟，你们眼里就只有郑刚？我生下来就是给郑刚做牛做马的吗？从小到大都是如此，
什么好东西都是紧着正刚，合着我是捡来的吗？老子现在烦着呢，不想听这些。你不是还有那个奸夫吗？找他要钱呗！我们替他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他难道不补偿我们吗？郑刚一听到钱就顿时来劲了。对，让他赔我们个几十万，那我娶媳妇的钱就够了。医生收入应该很高吧？还有红包可以收，至少跟他要100万，否则别想要这个儿子。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奸夫，带上你儿子一起，告诉他，要是不给我们100万，就把你儿子丢给他。凭什么让老子养别人家儿子？爸，难不成你又要赶我走？说罢，郑娟再次被推出了家门。无奈的郑娟只好给张子浩打去电话。我买彩票中了5个亿，无赖的前妻一家竟想拿走4.99亿。我拒绝后，前妻竟勾结情夫将我告到了法院。他本以为就此可以分得巨款遨游世界，没想到不但没分到1分钱，还要赔偿我5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而得知要赔偿后，父母竟直接将他赶出了家门。无奈的郑娟只好给情夫打去电话。娟儿，你也知道我的工资卡都被我老婆管着，所以我也帮不了你。而且钱既然是被你父母拿去了，你不应该找他们拿回来吗？还有，我已经跟我老婆做了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跟你联系，所以你以后就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郑娟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，许久后她才缓过神来。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，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。另一边，我请了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，外加一个营养师，准备让自己在末日来临前脱胎换骨，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。而就在这时，刘律师打来电话：肖先生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什么事？你前妻一家知道郑娟必然败诉，居然将她和郑杰赶出了家门，让她自己想办法凑出这笔钱来。郑娟走投无路，就带着儿子去了医院，直接交到了张子浩的手里。张子浩的老婆得知后杀到了医院，大概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，看到郑杰后十分激动，而这个熊孩子居然还指着他的鼻子骂，结果刺激到了他，竟失手将郑杰推下了楼梯，小孩当场死亡。事发后，张子浩一家为了能够让老婆得到宽大处理，主动提出了100万的赔偿。郑娟已经接受了赔偿，不过张子浩就惨了，跟老婆火速离婚，现在也被医院解聘，显然被老丈人恨上了。接下来他可没有好果子吃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惊讶不已，没想到郑娟居然以这样的方式弄到了钱。也好，那我就来慢慢收拾你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继续锻炼。郑家这边看到郑娟走出房间拿外卖，郑刚立刻屁颠屁颠的迎了上去。姐，你想吃什么告诉我一声不就好了，我立刻给你买回来。叫什么外卖，既不卫生，等的时间又长。是啊，让郑刚去买就好了。现在女儿可是得到了100万赔偿金，哪怕扣掉赔给萧然的一部分，那还能剩下50万。郑刚娶老婆可就指望着这50万了。郑娟根本没有看他们父子一眼，拿着外卖径直走进了卧室。我去他个 ABC 的，什么玩意儿？郑刚忍不住骂了一句，他已经低声下气2天了，可郑娟始终没有给他一丁点好脸色。骂什么骂？那是你姐，你也不想想，之前我们还把你姐赶出家门，声明断绝父女关系，现在为了钱又把你姐请回来，换了谁能高兴？你呀，多点耐心，好哄哄你姐，不然的话，你结婚的钱就自己想办法弄去。而郑娟回到房间，思绪纷飞。所有人都以为郑杰的死是个意外，但真相当然不是，因为张子浩的老婆就是他叫去的。而在电话中，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对方，还冲着对方不能生育大肆攻击，这才让张子浩的老婆失去了理智，杀到医院。不止如此，他还给儿子看了郑子浩老婆的照片，叮嘱儿子见了这个女人后就骂她是不会生孩子的使女，所以张子浩老婆才会完全失控，最终酿成了悲剧。张子浩，这可是你先付我的。他咬牙切齿，还掉落了几滴鳄鱼的眼泪，毕竟郑杰可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但他立刻又露出了冷笑。现在郑杰已经不存在了，我和萧然之间也没有了隔阂，我只要重新追求他，答应给他生孩子，他一定会跟我复合的。面对4个亿的巨款，他显然是不会就这么放弃的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我被一阵门铃声吵醒。明明是40度的高温，却一夜之间冻死了99%的人类。这场足球大的冰雹足足下了1个月，而持续的天灾导致食物越来越紧缺。3天饿9顿的前妻一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而我却给他发了一张满汉全席的照片，并附言多的根本吃不完。他看到满桌子的饭菜，还是忍不住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萧然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现在都爆发了天灾，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所以我绝不是贪图你的钱，你相信我对你是真心的好吗？要不我今晚过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听到这话，我只觉得好笑。他打的什么主意？我自然是很明白，但我还是假装说道：“我考虑一下吧。”萧然啊，萧然，你还是上钩了。这小畜生当初敢当众羞辱我，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他。郑刚也是摩拳擦掌，显得很是兴奋。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我骗他打开门，爸和小弟立刻冲进去，将萧然控制住。而一旁的林梅英则是有些害怕。我们这么做，万一天灾过去了，萧然去报警怎么办？以现在的情况，我看这天灾绝不会短时间内结束，所以这一次应该会死许多人，肯定会有好多人跟我们一样做出类似的事情。
法不责众，绝不可能单独清算我们，甚至我们直接把萧然嘎了，那他又如何报警？听到要嘎人，郑友军这个老东西都是吓得一哆嗦，没想到女儿竟会说出如此狠话。可他哪里知道，郑娟都能设计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还怕嘎别人吗？总之，你们不想活活饿死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好好干。郑友军父子不由得点点头，想到已经饿了9顿了，他们都要疯掉了。对，都要饿死了，还怕犯罪？而另一边，我却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：萧大财主，前几天看你在超市买了很多食物，可以卖给我一些吗？哈哈，现在食物和水就是生命，你说谁会卖自己的命呢？我故意这么说，一下子把食物和水的重要性提升了一大截。那你要怎样才肯给我吃的呀？我快饿死渴死了。发张照片过来，关了美颜和滤镜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没一会，我就收到了一张照片，虽然还达不到女神级别，但绝对是美女了。你过来吧，知道我在哪吧？知道，我马上过来。不到10分钟，地下室的大门就被敲响。我先用监控看了一下，确认只有他一个人后，才打开大门。随后张静雅走了进来。哇，你这里好暖和呀！紧接着，他的目光就被桌子上的食物吸引住了。这都是给我准备的吗？没错，能不能吃到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张静雅咬着嘴唇，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。良久后，她微微点了点头。3分钟后，我多给了张静雅2包方便面，外加2瓶水，然后就让她走了。我这安全屋可不会留宿任何女人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行人通过地下停车场来到了我的地下室门口。我看着监控，郑家4人玩的把戏根本无所遁形。我不由一笑，打开了房门。郑友军和郑刚立刻就冲了进去。哎呦，这么热情，全家都来了呀！随后我拿着棒球棍走了出来，用戏谑的目光看向郑娟。郑娟则是目瞪口呆，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竟然有如此强的战斗力。你们该不会是想趁我开门的时候冲进来控制我，还要霸占我的房子吧？我们有首歌是怎么唱来着？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而豺狼来了，我们有猎枪。郑刚第一个发出惨叫，他的手臂被硬生生的打断了。随后又是一棍，没想到林梅英冲了过来，护在了郑刚身上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有种你把我打死好了。你敢打吗？我毫不犹豫的一棍子下去，一记重击让林梅英直接晕死过去。随后我又看向一旁的郑娟，她早已吓得面色苍白，瘫坐在了地上，而我却丢出了3包方便面，外加1瓶水给她。当你认为我这是圣母心泛滥时，那就错了。第一，我可不舍得郑家4人死得太快；第二，4个人给3包方便面和1瓶水，那又要如何分配呢？以后还想要吃的，那就跑过来挨顿揍。说完，我便关上了大门，扬长而去。明明是40度的高温，却一夜之间冻死了99%的人类。这场足球大的冰雹足足下了1个月，而持续的天灾导致食物越来越紧缺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人加我好友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张静雅的嫂子韩云。可以给我一点吃的喝的吗？可以，不过我可以跟你，但你要答应我的条件。那你过来吧，我们当面谈。好，我找机会过去找你。半小时后，地下室的大门被敲响，确定安全后，我再次打开了大门。随后韩云走了进来。我要100斤大米，还有1箱水，你还得帮我搬到16楼去。我心里暗笑，果然是漫天叫价。这个要求可不太公平啊！我可以让你在这里饱餐一顿，水放开了喝，你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再给你1包方便面。但韩云有些不肯。那我走了。他转身就要去开门，而我则完全没有阻止的意思。韩云咬了咬牙，停下了脚步。50斤大米和半箱水，不能再少了。而我依然没有答应他。看你的表现，我可以在你走的时候多给你几包方便面和水。要是不同意，就走好啊。韩云紧紧地咬着红唇，身体一动不动。思考良久后，韩云还是答应了。1个小时后，我给了他3包方便面和3瓶纯净水。随后，韩云走出了门。老公，准备吃饭了。林有为脸上有些将信将疑。家里还有吃的吗？这是我问邻居买的。韩云随口说道，脸上表情自然。林有为倒是有些怀疑。你身上还有钱？我把金戒指给了人家。你那戒指当初可是花了1万多买的。算了，现在这世道，估计以后钱都没啥用了，能够换点吃的也好。他立刻又开心起来，因为他欠下的赌债也不用还了。前些日子天天被人在门上泼油漆，可把他愁死了。灾变之后，他天天都能睡上好觉了，甚至他还笑了出来。那个萧然最惨了，钱还没有捂热，结果天灾来了，这下好了，他有再多的钱也花不出去。呸，暴发户，活该。听到萧然的名字，韩云不由心中一虚。我先去煮面。一会，方便面特有的香味飘出。这时，张静雅从房间里走出来。哇，好香的味道啊！你嫂子败家的很，用金戒指买了3包方便面和3瓶水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和水，金银又不能吃，钞票也只能擦屁股。一会，韩云把面端了出来，不过只有2碗。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这是真话，刚才在萧然那边确实吃饱了，甚至还有些撑。哦，这面怎么和萧然给我的一个牌子？冰雹还在持续，并没有停下的意思，而整个城市却突然断电了。零下20几度的低温，没了空调，让人不由陷入了绝望。而我打开了提前准备好的发电机，家里依旧灯火通明。而此时，以往冷冷清清的地下车库，竟然聚集了不少人。是小萧同志吧？有事吗？
刚才我们几个老同志正在讨论小区的未来，我们一致认为这场天灾持续的时间不会短，所以更需要大家同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马大爷。这番话显然是开场白了。首先，我们得避免资源的浪费。小同志，你应该有不少食物和瓶装水吧？你拿出来交给我们保管，我们会按需进行分配。等天灾过来，我们一定替你上报党和国家，该是你的功劳绝不会跑啊！马大爷，你是把我当傻子耍呢？还把食物交给你统一分配？你倒是去试试，现在谁会把食物交出来？你还不如明抢呢。马大爷又怒又羞，差点气晕过去。小子，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可以目无尊长。小伙子，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听大妈的劝，赶紧给马主任道个歉，乖乖按他的要求去做，不要跟党和国家作对，不然可没有好果子吃。我今年27岁，你最多70岁，就算你的年龄是我3倍好了，我一天吃3碗饭，所以你一天至少吃1碗盐吗？我一一对了过去，让这些大爷大妈气得半死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3个熟悉的身影。明明是40度的高温，却一夜之间冻死了99%的人类。这场足球大的冰雹足足下了1个月，而持续的天灾导致食物越来越紧缺，忍不住饥饿的韩云，为了口吃的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今天是末日的第7天，以往冷清的地下停车场却聚集了不少人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3个熟悉的身影。韩云两女看到我的时候，明显都是脸一红，莫不低下头去，生怕被人看出破绽。可林有为却主动迎了上来。哟，这不是萧武义吗？他故意大声叫道，让附近的人都听得清楚。最近是不是特别焦虑？有钱也没处花。可看这情况，天灾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结束的。我摇了摇头，这还真是人的劣根性啊！自己虽然在遭受苦难，可只要别人比我更痛苦、更倒霉，我就会变得快乐起来。很好，你要非要这么挑衅我，那就别怪我当面羞辱你了。还没等我开口，韩云就赶紧劝起丈夫来。好了，老公，现在都在蒙受天灾，又是一个小区的邻居，本应该互帮互助，何必如此呢？是啊，我们应该互帮互助。两女都怕惹怒了我，怕以后不跟他们交易了。我不由失笑，自然不会在意。随后向着韩云走了过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伸手一拨，林有为这个被酒掏空身体的人被轻易就拨到了一边。跟我过来，不然我就把我们的关系说出来。韩云不由俏脸一白，一时间不知所措。你跟我老婆说了什么？混蛋，你给我站住！老公，别生气了，我们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别气坏了自己。我们回家，外面好冷。林有为气呼呼的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他也只敢嘴上凶，哪敢真动手？老公，你们先上去，我想办法再去借点粮。林有为不由得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。刚刚萧然对你附耳低语，现在又要一个人离开，是不是有鬼？哥，我陪嫂子一起去。有表妹陪着一起，廖寒云也不可能再去找萧然了。好，让静雅跟你一起去。随后韩云两女则是往回走，一路皆是无言，气氛十分尴尬。要不嫂子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可以先饱餐一顿，在家里等的话就只能吃方便面了。反正已经跟萧然睡过了，那1次和10次又有什么区别？韩云异动，她与张静雅不同，韩云观念保守，道德感强，昨天只是为了丈夫被迫而已。但我在外面先等等。张静雅也松了口气，毕竟这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。随后她走了过去，敲响了大门。韩云呢？我不是让她过来的吗？我嫂子有些不好意思，今天先我来，明天再换我嫂子好不好？不好，去把她叫过来。张静雅无奈，只好喊韩云过来。得知萧然要2个人一起，韩云不由俏脸一白，差点晕死过去。但是想到老公，她还是强行忍住了。为了老公，我忍了。走。快吃吧，吃完了好好洗洗。一开始他们还很矜持，但一整天他们只吃了1顿饭，早已饥肠辘辘。面对如此多的美食，韩云都感觉自己的内心在动摇，就想从此死皮赖脸的跟着萧然。半小时后，两女一起走进了浴室。经过了10几个回合后，我给了他们不少方便面和面包，甚至还有几根火腿肠，然后就让他们离开了。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？现在食物太少了，人家一开始不肯卖，我们好说歹说，这才让对方答应的。这一回林有为却没有这么好糊弄了。现在谁还会那么傻，把食物和水都卖了？这可是代表着命啊！韩云连忙向张静雅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她帮着圆谎。可张静雅还没说话，林有为却一把将韩云拽了过去，在对方的头发上一吻，不由脸色大变。你洗了头？你在哪里洗的头？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连拖带拽把韩云拉进了卧室，在他的尖叫声中一检查，顿时火冒3丈。好啊，你敢背着我偷男人？一巴掌就对着韩云抽了过去。可嫂子也是为了你，不然你早就饿死了。这句话让林有为彻底疼爆，他用通红的双眼盯着张静雅，一巴掌就拍了过去。快说，那个奸夫是谁？是不是萧然？他不由回想到刚才还得意洋洋的讽刺对方，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人家可是早就和他老婆打了斗地主。难怪你不肯上楼，原来又去卖了。昨天的方便面和水就是这么来的吧？给我等着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。林有为拎了一把菜刀就跑了出去。